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叫连体人的畸形群体，他们骨肉相连，相貌相似，心意相通，注定要终身相伴，形影不离。今天小雅为大家解说一部关于连体婴灵的泰国恐怖片，上映于2007年的《连体婴》。该片全程高能不断。温馨提示：记得观看前先去一趟卫生间哦。小平和阿威是一对十分恩爱的泰国夫妇，他们刚结婚便定居在韩国。小平每年过生日，阿威都会邀来一大群同事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同事恩熙新学了扑克牌占卜，为小平抽出了一张黑桃 Q， 说这意味着失而复得，或许有一件曾经陪伴他很久的物品会重新回到他身边。问小平是不是弄丢过什么，小平摇了摇头，他并没有丢过东西。恩熙紧接着说，可能丢的不是物品，而是某个人。小平有些诧异，看着那张黑桃 Q 微微出神。人群散去后，小平连忙为阿威注射胰岛素。患糖尿病的他十分害怕针头，十足像个小孩子。泰国医院打来电话，称小平的母亲病危。阿威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陪小平回一趟泰国。母亲的病情比想象中还严重，她已陷入昏迷，对外界完全没有反应，而且她内出血严重，连做手术都是一种奢望。小平带着阿威回到老房子暂住，旧钢琴唤醒了小平的记忆碎片，令他想起了妹妹。小时候的衣服鞋子都被母亲收在衣柜里，一件件连在一块的小裙子提醒着小平，她和妹妹溥仪曾经是一对血肉相连的连体双胞胎。看着溥仪戴过的眼镜，听着溥仪最喜欢的歌曲，他的眼眶不知不觉红了起来。时过境迁，溥仪已去世多年，就连家中的小女仆也变了模样。当晚，小平洗漱完毕，看见镜子上出现一个熟悉的符号，他知道这是专属于姐妹俩的符号，吓得他连忙回到卧室，躺在阿威身侧。突然，他看见左侧躺着一只苍白的女鬼，和溥仪火化前一模一样。他连忙叫醒阿威，发现左侧只有一个枕头。母亲病情逐渐好转，偶尔会醒来1-2个小时，可她还是说不出话，神情十分痛苦。小平向女仆打听母亲的近况，问她有没有遇到怪事儿。女仆支支吾吾的说，老夫人最近一直处于惊恐状态，还经常自言自语，像是被鬼缠身。没过几天，医生便说母亲的情况稳定，当晚就可以动手术。为了熬夜陪母亲做手术，小平买了杯咖啡提神。他突然感觉浑身冰凉，腹部的疤痕涌出大量浓稠的血浆，他吓得尖叫，引得一名小护士前来关心。晃眼之间，满地的血浆便消失了。医生表示手术很成功，但能否痊愈要靠病人的意志力。有情有义的阿威决定陪小平继续留在泰国，直到丈母娘彻底康复。第二天，小平看见小狗来福正对着镜子狂吠，他连忙上前安抚，无意中瞥见镜中鬼影，被吓得摔下了楼梯。昏迷不醒的他被阿威送进了医院。半夜醒来后，小平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神情诡异，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。他崩溃了，抄起输液钢管猛砸镜子，被爆裂的玻璃碎片弄得满身是伤。他对阿威说，溥仪回来报仇了。阿威并不相信鬼神之说，建议他见一见心理医生。他听后非常不悦，再三表示自己没疯，不需要看医生。不久后，阿威将专攻心理学的教授请到家中，小平十分不爽，直接翻脸走人，冲进车里一气呵成的拉倒档踩油门，无意中撞死了爱犬来福。经此一事，他终于接受了心理治疗，和教授聊起了自己的童年。那时他与妹妹溥仪形影不离，相亲相爱，两人的相貌完全相同，外人只能通过眼镜来区分。戴着眼镜的就是妹妹溥仪。小平知道妹妹怕苦，每当妹妹生病的时候，他总会抢着替她吃药。有时候孩子们会嘲笑两人是怪物，小平总会默默忍受侮辱，但溥仪却会反击。他拾起了最尖利的石子，砸破了坏孩子的头。回忆戛然而止，小平已泣不成声。他对教授说，他曾经想离开溥仪，所以才无心伤害了溥仪。教授见小平情绪波动太大，建议他先回家休息，调整好心情再来看诊。小平独自在家门外的海滩漫步，悠闲地享受着岁月静好。可他一回头，发现身后竟然有2排脚印。他连忙跑回家，看见阿威正在喂自己吃饭，而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眼眶是空荡荡的。小平突然惊醒了，发现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梦。
他全身都是汗，于是打开了电风扇，伴着吱呀吱呀的风扇声，他慢慢闭上了眼睛，但那声音越来越慢，逐渐变得刺耳。他抬头一看，看见血淋淋的溥仪正吊在风扇上，吓得他颤抖不止。阿威被吵醒了，只见小平双目圆睁，急速地喘息着，已然浑身僵硬。教授告诉阿威，可能是小平最近压力太大，而且想象力又过于丰富，才出现了幻觉，并没有大碍。阿威还是很担心，因为小平总说他和溥仪从小就能猜透对方的心思，他觉得死去的溥仪想夺走他的身体。教授认为这种想法很离谱，鬼魂侵占人身体只是无稽之谈。从医学的角度看，双胞胎之间确实有心电感应，但如果另一个已经死了，连心都不跳了，怎么会感应得到？作为高知分子，阿威也觉得自己的问题有些愚蠢。可他一回到家，便亲眼看见溥仪依靠在小平身边。透过毛玻璃，他看得不真切，走近再看，却发现只有小平一人。阿威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眼花了，但他马上来到了医院，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将丈母娘和老婆转移到韩国。但医生告诉他，必须先联系韩国的医院，双方交涉完毕才能转院，最快也需要3天。在丈母娘的床前，阿威想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那时他因糖尿病住进了医院，遇到了美丽的小平。刚发现她是个连体人时，阿威有些害怕，但他忍不住偷偷地观察着两姐妹，看着她们承受着世人异样的眼光，心中泛起怜爱之情。而姐妹俩不离不弃、互相依偎的姐妹情也让阿威大为感动。他偷偷地将她们画在纸上，无意中被发现了。时至今日，少女时代的小平那温柔的笑容还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就在这时，丈母娘醒来了，她似乎有话想对阿威说，却始终说不出一个字。此时此刻，小平正在家中泡澡，轻轻地抚摸着腹部的疤痕。突然，她被一双鬼手抱住，拖入水中，呛进了不少洗澡水。她挣扎着抓住浴帘，这才爬出了浴缸。灯熄灭了，她只好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回到楼下。四周响起木地板被踩踏的吱呀声，伴随着一声钢琴巨响，一双腐烂的鬼脚出现在眼前，而溥仪就在他身后。他连忙冲向大门，扑进了阿威怀中。教授告诉小平，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只是幻觉，而幻觉皆是由心魔引起的。教授拿出一面镜子，叫小平直视自己，只要找出心魔，就能战胜恐惧。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小平道出一段往事。刚认识阿威时，他的眼里便只有小平一个人，他的爱意很明显，让溥仪十分尴尬。溥仪会趁小平睡着时，偷偷丢掉阿威送小平的花，然后将他紧紧揽在怀中，恨不得揉进自己的血肉里。有一次，小平的手指被美工刀划伤了，阿威连忙捧起他的手指，满眼都是担忧，而溥仪则狠狠地握紧拳头，将手中的小白鼠捏得口吐鲜血。不久后，阿威出院了。在临走之前，他想再见一见小平，想把礼物亲手交给他，但溥仪却死活不肯起身，完全不顾姐姐的哭求。阿威几番呼唤都见不到小平的身影，只好请护士转交礼物，流着遗憾的眼泪离开了。教授问小平姐妹俩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在这时出现裂痕的，小平否认了。他说他从没有怨恨过溥仪，两人也从来没有吵过架。随后，阿威带着小平来到溥仪的坟墓前祭拜，此后一切便恢复了正常。夜晚，屋外狂风大作，许多小物件被风刮得散落在地。阿威收拾起房间，爬到床底下捡东西时，头顶上的床垫凹陷了一块，就像是有人坐在床上，但这里分明只有阿威一个人。他连忙爬了出来，抬起床垫，看见一张被胶带粘起来的画，那是他出院时送小平的礼物，一张小平的单人画像。他拿着画像来到小平面前，问他为什么要撒谎说没收到画像。小平说他只是想维护溥仪的自尊心，不想让阿威知道溥仪是个善妒的人。刚说到话时，溥仪便将他撕碎了。他知道溥仪也喜欢阿威，知道他嫉妒自己，两人发生了争执。小平想和阿威在一起，于是提出要做分体手术，没想到溥仪半夜吞药自杀了，于是医院连夜将两人分开。遗憾的是，手术失败了，溥仪死在了手术台上。当天晚上，小平被身侧的呼吸声吵醒，他知道阿威不在家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他起身环顾，看见一双鬼手附上纱帘，连忙后退到角落，可下一秒便被抓住了头。他拼命挣扎，被纱帘紧紧包住，而溥仪也出现在了纱帘里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，教授推测小平可能是因为愧疚而产生了幻觉，问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溥仪的事情。小平坚决否认，这突然变得很狂躁，发着脾气跑开了。他的精神状况不适合开车，只能乘坐地铁回家。他发现大家宁愿站着都不坐他左边的空位，就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他左边的位置曾经有个人，现在也有个人，永远都会有个人跟着他。一回到家，他便烧了两人的合照。正当他准备把连体的小衣服也烧掉时，发现溥仪正在衣柜中等着他。这家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他冒雨刚发动车子，溥仪便出现在车前。他被吓得猛踩油门，一头撞进了花房。他蜷缩在地，看见玻璃窗上溥仪的倒影，而阿威及时出现了。他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紧紧抱住阿威。但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刺痒，他低头一看，看见那久违的相连着的肉，怀中的根本不是阿威，而是溥仪。玻璃屋顶轰然倒塌，小平也昏死过去。阿威将遍体鳞伤的小平送进医院。此时此刻，他恨不得立马把妻子和丈母娘接回韩国，但主治医生已经下班了。热心的小护士立马去前台帮他联系医生。丈母娘猛地抓住了他的衣领，对他说出了真相。原来多年前死去的人根本不是溥仪，而是小平。因为嫉妒，他亲手掐死了姐姐。而这多年恩爱只不过是一场骗局。在小平死后，溥仪摘掉了眼镜，假扮成小平，主动联系阿威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他还在手指上割了一条和小平一模一样的伤疤。阿威连忙赶往墓地，发现墓碑上确实写着小平的名字，在大雨中痛哭了很久。回到家时，看见溥仪正扮作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。他说医院刚刚打来电话，母亲已经去了。阿威说医院也通知了他，还说母亲是因为缺氧而窒息的。他质问溥仪，一直插着输氧管的人怎么会窒息而死？他做出了最坏的猜测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输氧管是被溥仪亲手拔掉的。他害怕被母亲揭穿，所以选择杀人封口。可惜他晚了一步，在他杀死母亲之前，阿威已经知道了真相。阿威拿出他的眼镜，追问起小平的死因。溥仪说他并不是故意杀死小平的，都怪小平要离开他，他一时怒火攻心才误杀了他。但溥仪的谎言实在是苍白无力。要知道，把一个人活活掐死至少需要2分钟，这绝不是误杀，而是眼看着亲姐姐的生命在手中一点点流失。但他还在向阿威狡辩，称假扮成小平是因为自己太爱阿威。阿威一把扯下项链，说这是送给小平的，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可没走几步，他便被砸昏了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被绑在了凳子上。溥仪戴上了自己的眼镜，露出了真面目。他说他确实嫉妒小平，但他更恨阿威，恨他爱错了人。如果一开始他爱上的不是小平，而是自己，那小平就不会死，自己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假扮成小平，受那么多年的委屈。他将所有的错都推到阿威头上，预备好好惩罚他。他知道阿威离不开胰岛素，于是把针头扎进他肉中之后，狠狠地扭断了针头。阿威用头反击，将他彻底激怒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响了，溥仪前去开门，发现是女仆回来了。等溥仪回到房间时，阿威已经消失了，他早已挣脱了绳索，躲在暗处伺机逃走。溥仪在家中浇满汽油，举起打火机威胁阿威，说要和他同归于尽。阿威连忙扑出来抢打火机，在争夺之际，打火机落地，四周瞬间燃起熊熊烈火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双双滚下了楼。阿威的腿被折断了，而溥仪也陷入了昏迷。他拖着伤腿爬到冰箱边，连忙打了一针胰岛素。可一转眼的功夫，溥仪已不在原地。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，阿威连忙爬向大门口，半路上还看到了女仆的尸体，但他不敢耽误时间，继续拼命爬着。溥仪突然挡在面前，并用落地灯袭击他。打了针的他已恢复了力气，一把便撂倒了溥仪。阿威只想逃，但已然疯魔的溥仪却不依不饶，一心想同归于尽。他揪住他受伤的腿，扑倒在他身上。阿威一个翻身，将他压在身下，抄起了手边的铁杵。溥仪则一扭脸，甩掉了眼镜。看着那和小平一样的面孔，阿威心软了。
可溥仪却立马对着断腿来了一脚，他要像掐死姐姐那样掐死阿威。恍惚间，阿威变成了恐怖的小平，吓得溥仪弹开，而阿威则趁机挣脱，顺手推倒木柜，将溥仪困住，然后逃出了火海。溥仪原本是能推开木柜逃生的，但小平出现了，他趴在他的身上，让他动弹不得，只能静待火焰蔓延至全身。听说人在死前会想起最美好的事情，在断气那一刻，溥仪的脑海中也出现了跑马灯，只是那些画面中没有阿威，只有自己温柔的姐姐。死去时才明白自己最爱的人是谁，实在是可悲又可恶。而偷取了小平人生的溥仪从来没有真正的幸福过。扑克牌占卜曾预言失而复得，溥仪在烈火中与姐姐再次合为一体，他的失而复得是一场赎罪，在大火的净化下，一切仇恨都将化为黑烟。阿威将项链留在姐妹二人的墓碑前，她在心中默默许愿，希望这对曾经相亲相爱的姐妹永远停留在她们最美好的少女时代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我发现鬼魂远没有人心可怕。小平一早就察觉了溥仪对阿威的爱意，但他始终没有对阿威说过，因为他知道溥仪的自尊心极强，所以一直在尽力维护着妹妹的尊严。被妹妹扼住喉咙时，他本可以还手的，可他却坚信妹妹不会狠心杀他，直到断气都没有伤害妹妹。小平惨死之后，溥仪扮成小平和阿威谈了很长时间的恋爱。如果真能化作厉鬼，小平早就可以对溥仪下手，但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人生让给了妹妹。回溯剧情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溥仪刚回泰国便担心病中的母亲会好转，会披露他谋杀姐姐的事实，对母亲起了杀心的那一瞬间，他便见鬼了。也许在医学无法解释的某个领域，阴阳相隔的双胞胎心意也是连通的。希望善恶有报，因果轮回不仅仅只是一个希望。